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的题目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共政局的戏演啊。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很重要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啊，所以在中共党内，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去了宁夏啊。我先讲一个我见到的史上最长的标题啊，我读给大家听一下啊。这个标题是什么？这个标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继续建设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啊，这个史上最长的这个标题。这是什么标题？这就是习近平这个去宁夏考察的新闻标题啊。这是如果我要再培训这个记者的话，就会拿来做反面教材啊。这是个非常烂的标题啊，但是呢，它里面装了很多东西啊，情有可原，因为它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去了。在新闻标题当中最忌讳的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去，因为这很偷懒啊。好，言归正传，新闻6月8号到10号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宁夏考察然后他在哪里呢？在吴忠市啊，吴忠市在宁夏的中部啊。那然后呢是谁呢？丁薛祥、刘鹤、陈希、何立峰啊，基本上这是习近平最喜欢的4大金刚，就这4个人了啊，带着一块去考察。所以呢，大家记住，通常正职是干什么的？通常正职一个部委啊，一个部门啊，这个正职就是陪领导的，主要是陪领导的啊。然后新华社呢就发了一个评论员文章，叫全面小康，一个民族也不能少。那之前习近平去地方视察，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太明确的目标啊，你看不出来为什么去这个省，看不大出来啊。但是宁夏就能看出来啊，宁夏能看出来，为什么？这里有非常明确的政治指向。宁夏是什么？宁夏就有4个字，叫老少边穷啊。老少边穷讲的是谁？就是像宁夏这样的地方啊，就是少数民族。然后呢，这个老区它不算啊，老区它不算。那么少数民族边区穷困啊，就通常讲的贫困县很多啊，就通常就是老少边穷，宁夏是其中一个代表的地方啊。那么习近平去考察宁夏，那就是带着政治任务去的啊，带着政治任务。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讨论全面小康啊？原因就是跟他这次考察宁夏是有关系的。那么当然为什么会和这个全面小康有关系？是本身新华社也好，人民日报也好，本身是拿着我刚才讲的全面小康、扶贫攻坚这2个任务放在一起来写的啊，就是带着政治任务一块写的。所以这次习近平考察宁夏，是它其中的含义就是奔着全面小康和扶贫攻坚去的啊。那么当然我们讲过去从疫情之后其实不完全是疫情前后吧，习近平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非常规律的事情，大概是2个星期左右出来一趟给大家拍个照啊，出来一趟，然后就通常是去地方考察
啊，去地方考察。因为之前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特别是疫情期间啊，有一段很长时间他没有出来，外界猜测的很厉害啊，所以呢，他现在基本上是这样，就是大概是2个星期或者10天出来一趟，就是去考察啊，去各个地方考察啊，这有点像这个秦始皇当年去南方视察啊，就经常去巡边啊，走一走。然后呢，这一次呢，当然是他是带着心事去的啊，带着什么心事？就是全面小康啊，全面小康。全面小康怎么回事？我们还得讲一讲啊。但虽然我们国内网友还是比较多啊，但是啊，不一定国内网友就知道全面小康这事儿啊。我讲讲啊，2012年中共18大提出啊，18大是什么？18大就是习近平啊上台就是18大。18大提出来的一个政治任务、政治目标，也是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是建成啊，不是建设哈，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时间表啊，就是他的18大的政治任务，就是要在2020年，就是今年啊，完成这个全面建成，不是建设，建设跟建成是两回事啊。建成小康社会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它这里面有几个条件啊，一个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第二个人民民主不断扩大啊，就是通常是什么呢？通常就是没什么说什么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就是全面小康的核心内容。但是除了这个核心内容以外，10个标准，它定义了10个标准，也就是说，2020年要达到这10个标准。这10个标准是什么呢？最核心的标准，其实它已经实现了。就是第一，我把这10个标准跟大家念一下啊。第一，人均 GDP 超过3000美元。人均 GDP 3000美元，这个是肯定是实现了啊。就中国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3000美元，9000多美元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就有问题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 万元，按照2000年不变价计算啊，这肯定是没实现。第三，农民人均纯收入8000元啊，为什么？我得解释一下，这2个指标是有问题的。第四，恩格尔系数低于 40%。第五，人均住房面积30平方。第六，城镇化率达到 50%， 这个完成了，这个肯定现在已经达到 70% 啊。7，居民电脑普及率 20%， 这肯定实现了啊。8，大学生入学率 20%， 这肯定也实现了。9，千人医生数 2.8， 这个是没实现的。城镇居民低保生活保障率 95% 以上，这个有问题啊，这个有问题。然后他们一直在讲一件事，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有区别的。什么叫区别？就是建成就完成了，建设就是目标啊，这里面就差别问题就在这里啊。那为什么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议题，或者是变成了一个目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呢？啊，这跟李克强是有关系的。李克强在5月28号人大闭幕的记者会上讲了2件事啊。第一件事，中国有6亿人一个月的收入少于1000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了地摊经济这件事情一弄呢，就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所谓的小康社会的这个建设目标这件事情
就弄那个稀里哗啦。为什么？李克强这个话一讲出来，那就翻天覆地，海外那铺天盖地的报道啊，铺天盖地的报道，他就变成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一下子就把小康社会这个目标悬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是这样，你关起门来自己讲啊，那是另外一件事。你现在是中外记者会上一个记者会，一下子全世界都知道，哦，原来你有6亿人一个月的收入少1000块，那你刚才讲的小康社会你自己定的目标可能就实现不了了。为什么？你看一下嘛，城市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8000块，那我们讲讲李克强讲的这个数据啊，李克强讲的这个数据其实引用从哪里来的呢？是北师大。北师大有一个收入与分配研究院，他的课题组去年做的调研啊，他的数据大数，我只说大数啊，低于2000块钱一个月收入，低于2000块的收入人口有多少呢？9亿。9.6亿，将近10亿，低于2000块钱，2000到5000块的月收入的人有3.64亿，这就是已经是中国的中产了啊。5000块钱以上的人口只占人口的5%，只有7000万。那么在这个数据里面呢，500块钱以下，一个月收入只有500块钱以下有多少人？2.2亿。800块钱，500到800之间的这个人口有多少？2亿。你大概其你看看可支配收入那个18000块不是收入，是可支配收入，而且用的是什么？2000年不变价，2000年不变价，而且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收入1.8万元。可支配收入你得把什么社保啊，什么全部，什么公楼啊，全部去掉，就是你一个月剩下拿到手里可以花的钱18000，哈哈，你一看这个数字就知道这个任务是没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没完成，其他的我们就不说。这李克强这一话一说，大家就去追，一追就把这个表给追出来了。这个表一追出来，好，大家这个底往那一放，你到了今年年底这结账怎么结就不好说了。所以等于是什么？李克强这记者会的这先说这个1000块钱，说完这1000块钱再推一个地摊经济，这地摊经济一推，好，这打脸了。这你得小康社会在搞这个地摊经济，这李克强看过去好像没有太刻意的动作，结果把这个小康社会的这个桌子给掀翻了。所以6月1号，习近平赶紧补锅，补什么锅呢？怎么补呢？发表一篇文章，这喜欢在求是上发表文章，这包括我们上次讲这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就是在这个求是上发表文章，补锅也是在这补锅，发表文章补锅。这个文章叫什么？我之前节目当中说过，叫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这补锅了吧？这自己已经说了补锅了吧？这怎么补呢？上来第一条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我念给大家听，这个话很重要啊，很重要。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个李克强你说的不对啊。总体而言，我国已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成效比预期的还要好。做出这个重要判断是有充分依据的啊，这补锅了吧？意思就是李克强说的这个不算，我说的这个算，我是有依据的。然而他还说第二条，
第二条就是要正确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短板的问题，你得掌握三个关系。第一，整体目标和个体目标的关系。第二，绝对标准，我刚才讲的是绝对标准啊，和相对标准的关系，但是可能这个标准你得考虑一下相对标准。第三，把握好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关系。什么叫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就是用指标来判断完成了没有，定性分析就是你看一看完成了没有，看着完成了就完成了，我就定性了啊，这就是习近平写这篇文章就来补锅。这你从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一看，这件事情就很微妙了。为什么？从目前情况来看，你看地摊经济啊，这个很多自媒体在讲，说是这个李克强跟习近平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我觉得没有剧烈的冲突。为什么？很简单，没冲突，没有冲突。李克强只是把桌子掀翻了，他就走了，他不管，他的政治任务不是他的，政治任务是习近平的，他只是说，你看收入没达到吗？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形势是在焦灼。那么从态势上来看，习是在守势啊，习是在守势，因为你看写篇文章啊，这其实又是辩解啊，辩解。那么现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辩解的态势，你还有一系列的问题没搞定。第一个问题就是疫情，疫情这事儿，我看之前我们觉得好像这疫情这事儿已经过去了，过关了，但是你可以看没有过关，为什么？大会小会还在讲，现在大会小会还在讲，除了大会小会还在讲，有个词儿大家有没有留意啊？什么词儿？突如其来啊！突如其来。现在只要讲疫情，前面就加4个字，叫突如其来。这个中共是喜欢玩这个，别说中共土啊，是天天他骂中共是土共啊。但是中共把中国的汉字玩的已经炉火纯青了。你看，一说到疫情就说突如其来，突如其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天灾突如其来，不是人祸，人祸不会突如其来，突如其来是不可预测，没有预测，不可预测的。但是中国这疫情到底是突如其来吗？当然不是，就这11月底就已经报告了。什么叫突如其来？你什么时候才做反应？你到月底才做反应，中间一个多月、2个月呢？什么叫突如其来？没有突如其来，但是他就是说，在所有的语境当中都加这4个字“突如其来”，就把自己责任洗得干干净净。这是突如其来，天上掉下来的，不可预测的，这就是中共这种语速啊，语速。但是用这个语速来说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心虚啊，还是心虚啊，还是没过去啊。心虚，如果他已经过关了，老子怎么着都行，怎么说都行。但你现在特地要这么说，说明什么？这关还没过，所以突如其来啊，突如其来就掩盖这当初的这个决策失误。这是第一头。第二头，那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这事还是挂在嘴边上，说明疫情这件事情还没过。这是一头啊，这是一头。疫情这是一个大头，为什么？这祸惹大了，这件事情把全世界给得罪了。这整个的对外形势那是非常被动啊，非常被动。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内外形势。对内的经济形势，政局啊，然后就是对外的中美关系，
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这个外交理论基本上是外交理论，那要辩解起来那也是很麻烦要辩解，要算起这个账来的话，那就是属于手势这个工作没做好。但是这一大盘子东西能一仰脖子过去吗？以他现在的地位，以习近平现在的地位来说，他一仰脖子过不去之前能过去之前去年的地位一尊没人敢提，现在不好说了。现在你看新华社也好，人民日报也好，那习近平在上面，李克强刚刚的放在下面，习近平头条，他在2条，最多3条3条，那地位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今年这个时候今年这个以现在的情况，那是做不到一仰脖子过去的，所以还是要交代的。这是第一。第二，那关键性的是什么？关键性的就是小康社会。18大定下来的这个任务，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当时的条件，以当时的情况，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算啥？你把那指标算算，完全没问题。以当时的经济态势、经济增长的态势，那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是有打了很多余量的。但是现在就生生的把这情况给办砸了，就是我刚才讲的，李克强上来这个记者会一说，等于小康社会这个目标有点悬了。当然习近平在这个《求是》杂志上写篇文章说我们已经实现了，说了就说了，对全国人民做交代就交代了，这个没问题。但是别忘了，你这是2头，有三头影响第一头党的影响，你要对全国人民交代的，这从中共的角度来说，你得向全国人民做出交代，你承诺了嘛，对吧？18大你承诺了嘛，然后那你说2020年得实现，那你今年得公布你实现了没有，怎么就实现了，你得说清楚说清楚，而且已经拉出来这个标准，那你得请国家统计局社科院是不是出一个报告交代我们现在我们这10个标准，我们现在实现的情况怎么样？你得一五一十交代清楚，这从中共的角度来说，对吧？你说我不管怎么着，我就出一个过了的报告，那也没问题。你对外你得解决掉，但是对内不一样，党内不一样，党内很清楚这李克强一说，党内同志全明白这个任务没完成所以党的影响很大，就是对党内的影响是很大，从党的角度来说。但是从习的角度来说，他总书记你代表党向全国人民承诺你一句话忽悠过去了，但是你对党内交代不过去了，这件事情就有问题。这件事情问题出来，它就变成有毛病了。那修改宪法，国家主席没有任期这个大家一看知道有想法，但问题是你这答应的事情没办成，你这后面再想干就有点问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影响大不大？影响非常大。也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外你讲我已经全部建成了能说中共肯定是一定会建成，这个没问题。但是你在党内你怎么交代？党内说我们还有任务没完成，我们要再干一届，这讲不过去了嘛。但有些人讲中共党内没有民主，是的，但是中共有政治惯例，还是有政治惯例的，还是有政治老人，还是有影响力的。所以在中共的文化逻辑当中，你提一个人的名字，然后这个人没什么毛病，就很容易过。
就让他当常委啊。行，这个同事一看，哟，没什么毛病，挑不出来什么毛病，那就行，那就过吧，那就过了，所以很容易上来一个很平庸的人啊，但是你要是有毛病不好过。你比如说，朱镕基，朱镕基做常委，大家有什么意见？这个同志原来是右派呀，这一句话可能就过不了。同样的，一样的问题，这个我们这个统一大业没完成，对吧？再干一届，大家有没有意见？本来仰脖子就过去了，大家没什么话说。你现在多一个问题，那咱们这个小康社会的目标没实现，党内同志不好交代呀。这一句话，有人说一句这个话，这个方案就过不去了。这是中共的文化，就中共的这个党的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所以影响在哪里？影响在这些地方。就我为什么讲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中共对外面的对全国人民的交代没有1毛钱的问题，1毛钱的问题都不会出，一定是过的。但是实没实现，李克强已经上来，已经记者会上已经告诉大家没实现，先把话说出去了。这话一说出去，好，这党内就不好过了，这就不好玩了。所以影响，我为什么讲小康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戏眼，就是说把这件事情会用到什么地方，用到什么程度，它影响什么？影响习近平下一个任期还有没有的问题。所以它就是戏眼啊。中共的政治是什么？中共的政治的核心是什么？中共政治的核心就是岗位，讲1000说1000道10000，就是你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这就是中共政治的所有的结论，就是位置。你干得好，最后你在这个位置上；你没干好，你就没有这个位置。但是好不好谁说啊？谁来定义这好不好？那就是后面就一大堆的文章了。所以小康社会是目前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年底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为什么？这会影响习近平的位置。你想想，影响习近平的位置这件事情会不会占据人民日报也好，新华社也好，他们主要的舆论的焦点？一定是这样，不会有别的可能性啊，一定是这个。所以我今天特别拿出一点时间来，我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理解小康社会是什么鬼啊，但是它作为一个中共18大的政治目标，作为一个习近平的政治承诺，他在中共的政治运作过程当中，中共的权力运作过程当中，它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因为习近平的政治对手会拿它来说事儿，你就要看什么呢？说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说，在什么场合上说，在什么议题上讲，就决定了什么？决定了这个议题会起多大的影响。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好吧？我一口气讲完，不再拖了啊。那我就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环节啊。进入互动环节之前，我交代一下，我今天在这个社区啊，把这个写了一个公开信，交代就是这个 YouTube 平台对我们这个频道过去一段时间采取的这个不公正的待遇啊，其中主要的不公正的待遇有2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订阅的
网友收不到直播的通知啊，直接影响我们在线的人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冻结我们的统计标准啊，就是统计数据啊，冻结我们的统计数据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就这中间其中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任何的流量数据的啊，然后这就是两个主要的，还有其他的啊，我一起讲了，但是我就不在这重复了。当然，我提供了2个证据，我手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证据啊，我不想说太多啊，为什么？其实我是想跟 YouTube 讲清楚啊，就是我们是个共生的关系啊。YouTube 借这个 YouTube 的平台来做事情，YouTube 平台依靠这些 YouTuber 啊供应内容，我们是个共生的关系，也是个合作的关系。那么在这个当中，双方有个契约啊。那么我认为，YouTube 这现在的这个行为已经过了一个过火了啊，过了一个应该的起码的一个界限啊，做这个动作是非常不正确的，非常不应该的事情，因为他等于是在自己吃饭的桌子上拉屎。你想一下，你克扣一个 YouTuber 的广告流量，那就是偷窃行为。所以今天我特地在社区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并且提供了2个证据啊。这个证据也不是我提供的，是我们网友支持我提供的。我同时在推特上面公布了这件事情啊，那么我会继续，如果这件事情继续发生，我还会继续公布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交代一下，我不会成为祥林嫂。但是我还会讲这件事情啊！我今天看见有个网友在那里，在我的留言上当中讲这个，不要天天听到我讲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位网友不厚道啊！为什么？我每天很辛苦的做这个节目，平台这样对待我，我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我理当得到支持，对吗？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不接受这位网友的说法啊！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3点：情况、问题、观点，好吗？另外呢，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啊。请大家尽量的帮我点赞，好吗？谢谢。我们抵抗限流，抵抗五毛。我今天上午的视频我没有关掉评论，很多网友很高兴说啊，没事啊，这样子没关系啊，这个5毛没事啊，我们忽略它就好了。我当时回了一条啊，我说有空你也试试啊，5毛的会评论会让你怀疑人生，你信不信啊？真的啊，所以大家不要小看5毛啊，5毛会把这个阵地，今天我开放了，但这是一个意外啊，意外是我没有关，但是很多网友已经留了很多言，我又不想删掉它，因为我一关等于就自动全删光了，所以我又不忍呢，我就让它开着。但是很多5毛的留言被我删掉了，大家看的是干净的，所以大家觉得没啥，其实不是的，其实你们很多5毛的骂人的话，你们没有看到而已，所以5毛的作为不是你想的那样啊。好，明谢一下，产 Claudia 谢谢俊孝谢谢反骨谢谢 YL 谢谢观点转中国人美国华人有什么不同？我想美国华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总以为自己受到了歧视，受到了欺负，受到了践踏，受到了压迫，他们感觉很痛苦。中国人则相反，他们时刻被歧视，时刻被侮辱，时刻被践踏，时刻被压迫，却以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都令人很陶醉。OK， 好吧。马宁谢谢马宁
辛苦了。Mike 朱谢谢，贝拉瑞谢谢， Ivy 刘谢谢，明卢谢谢。看了王先生几个月的视频，第一次从头赶上直播，请王先生喝茶，谢谢你的付出和坚持，感谢啊，感谢。观点，我认为他们会甩锅Frank Green 谢谢。中国一宿了解对澳洲的旅游和留学警告，以 racist 为借口，这就是中方不惜一切代价里的代价咯。我在澳洲环境很好，没有歧视种族歧视的问题，中国却不管好多人靠这些行业吃饭，哪里是我的祖国？当然没有谎言和自由的地方。是啊，其实谁在做游客生意？其实游客生意都是中国人在做，特别是中国人的游客啊，就是大家知道，中国通知中国的游客，中国政府通知中国的游客说你们不要去澳洲，澳洲有种族歧视。你知道谁最受伤吗？不是澳洲政府，是在澳洲的华人，理解吗？因为这些游客做的大部分的生意都是在澳洲的华人挣的钱，从导游到饭店到酒店都是中国人挣的钱。其实直接伤害的是谁？就是中国人，没有别人啊。Sally 谢谢，支持王先生投诉争取权益，谢谢。姥姥王谢谢，请转给我们大家的美西，谢谢美西 OK 谢谢啊。观点，我以为他们会甩锅疫情，直接延后全面小康了呢，谁知道还硬说实现了。这就是他们的做法。观点，现在很多国内媒体都在质疑这个研究数据的真实性。昨天已经看了3篇类似的文章，党的宣传机器开动了。可以治呀，当然直接就灭掉就好了。情况，今天看到华西村破产了，欠债400亿，牛皮吹破以后就是一地鸡毛。华西村破产了，这迟早的事情吧，我觉得啊。提问，前几天跟同学一直吃饭，说美国现在很乱，一直觉得美国可以持枪，说除了富人地区，大部分地区晚上10点以后外面都没人敢出去，很危险。求事实去打下他的脸，到底美国与中国哪里更安全？这个我讲过很多遍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美国这个玩过哈？你见过美国的防盗网吗？你见过中国有多少个没有防盗网呢？大部分美国人的住宅家居那个大门，大部分美国人一脚踹开都可以一脚踹开。然后你美国的那个民居的那个窗户没有防盗网的，真的没有防盗网的。所以你说哪里安全？你就以这个为标准吧，我就觉得很简单，你就看哪里有防盗网，哪里就没有防盗网的比较安全，有防盗网没那么安全，对吗？我们就说不说别的地方，就说北京，北京有几个小区是不让进的，能让进去的。美国的住宅没有几个是把它围起来，保安看着守24小时值班的，没有这回事。美国的大部分的民居都是随便进的，所以你说哪个地方安全？这个很简单，有一点常识你都知道，对吗？所以这个还用讨论？这个不需要讨论是吗？提问请教王老师，你怎么看待郭主导的新中国联邦？这会是您之前说的一个推动中共倒台的力量吗？你在美国建一个新中国联邦有什么用呢？是吗？你这叫很典型的割靴搔痒嘛，是不是？当然我也不反对啊，但是你说对中国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我没看到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因为你发生在美国，没发生在中国啊，所以这件事情我看不出来，因为他在美国啊，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用什么样的力量投射到中国去啊，那怎么会有影响呢？所以我看不出来。当然我不反对大家做这种事情，因为什么？因为做了总比不做好啊，所以我也没有说觉得非得你得去中国才算是，那也不能这么说啊，所以乐见其成，但是我不觉得它有太大影响，好吧？谢谢以林晨，请问王老师怎么看越南接下来的经济发展？越南未来的投资机会大不大？我看好越南，整个东南亚越南的成长性最好啊。当然，你基础当然东南亚的基础很清楚啊，领头雁是新加坡啊，跟着后面是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啊。那你说越南的基础当然没那么好，但是越南的成长性好。你要投资的话，你投到新加坡去还是投到越南去？就是可能你在越南获得回报会更高一点。越南还是从0到1的过程啊，新加坡是1到2的过程，或者2到3的过程，所以成长性当然是越南好啊。情况这几天给大陆北方某县城的亲人打电话，他们都说日子难过，打工的找不到活，拿财政工资的被减薪。80后的我明显听出了他们的压力山大，应该是这样啊，情况就是这样。情况坐标中部某小县城，叔叔家卖种子，今年4月份突然冒出来很多农村青年人在集市摆卖种子，跟门店抢生意，往年不是这样。这也能看出一点农村年轻人失业的情况。情况说句防盗网，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注意了一下上海的小区，无论普通小区还是别墅小区都有围墙，区别是普通小区是矮墙，别墅区是监狱一样的高墙，就怕不安全。反正你在美国很少有围墙嘛，是吧？情况在美国买东西，价值几千刀的化妆品记错地址，几周后轻松寻回。这个就差别就更大了，那就不用说了啊。情况我大学同学来澳洲玩，我带他去昆士兰大学，他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传达室没有大门啊？那你去哈佛大学啊，去这个伯克利啊，不都是随便可以进去？伯克利也有大门，也有那个什么，但是开放的啊，什么耶鲁大学啊，什么斯坦福啊，你看不出来大学里面跟外面边界是什么啊？情况我住在华盛顿州州府，晚上不关门睡觉也没有事情，小工具、小孩单车、玩具在花园没有人拿，这是没有，很少，这个还是富裕程度的问题吧。我今天出去散步啊，然后就看见教堂有人排队。教堂有人排队呢，就是教堂现在呢，他就会发一些东西，日用品啊，旁边就停一辆车，然后就有一些人排队，他就在那儿发东西，然后大家就拿个袋子，就很多人会拿一些袋子去领东西。你想要什么东西都可以，不管你是谁，也不会说啊，你的收入有没有超过某个标准，没有，只要你去拿，他就给你。你想要什么旁边放了好多的日用品，然后你说我要这个啊，他就先上来先给你装袋子啊，装一堆，然后你还要这个还要那个，他就给你装了就拿走，甚至开车来拿走，就是这样，这就是美国。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去检查说你的工资证明是多少？没有，开着车来拿都是这样啊。你要是这件事情要发生在中国会怎么样？我不敢想啊。然后我就在那走过去，我女儿就问我说这个
为什么人去在那排队？我说这应该是生活有点困难的人。他说会不会有人边排队边领了东西还去捐钱？我说不大可能吧，因为如果他要去捐钱的话，他为什么要去排队呢？他讲也是，所以就是这样，这就是美国啊。情况，胡志明市房价已经很贵了，堪比上海。哦，这么是吗？啊，我不知道啊，不知道。情况，中国很多的犯罪行为都没有报警，即使报警也被和稀泥。在国内，街头目睹过有人想偷东西被发现，只是被骂几句。情况，日本的房子之间就是街道，不用请人打扫，每户都自动打扫与绿化。情况，昆士兰大学已经被中共控制了。今天他的学生会主席会到最高法院状告昆士兰大学不让言论自由，讨论有关香港问题。昨天这个学生会主席还在孔子学院组织了抗议。中共非常善于利用什么？中共其实在利用西方社会的这种开放性啊，那么他就用西方的开放性去攻击西方，这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西方都没有搞明白中共的意图啊，当然也没有想出怎么样去对付一个利用他的开放性来对付他社会制度的这帮人，就西方国家到现在还没想明白，所以中共经常骂他，在那骂他哑口无言，说你双重标准。其实这很好答，所以这些人都不了解中共啊，说你中共你双重标准，说骂这些西方国家你双重标准，西方国家就没法回答他了。其实啊，他就说好，那我就用一个标准，就用你的标准，直接把给他封了不就完了吗？是不是？我干嘛双重标准？我就一个标准，对你用一个标准就好了，用你们国家对你的标准就够啦。这都不会吗？学会吗？请大家告诉这些西方国家的人，当你碰到中共用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时候，很简单，把他送回去，就全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所以西方国家，我之前有一个我们前天的视频讲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误判。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误判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西方国家真的没有好好的研究中国，但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没有好好的研究中共，没有好好的研究中共怎么样去治理这个国家，怎么样去对待中国人民的，西方国家一点都不关心。其实呢，他们觉得呢，这件事情反是他自己的事情，我就不管了。但是这里面有个什么危害呢？你不管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你不了解中共。你要了解中共，你只有一个办法去能了解他，就是你去了解他是怎么对待他的人民的，你才能真正的了解中共的本质和他的战略意图。如果你不去非常清楚的掌握中共是在怎么样去对待他的人民的话，你就不了解中共，你就一定会做战略误判。整个的西方国家其实对中共都是战略误判，以美国为代表，美国的战略误判最严重，后果也最严重。但是我从现在目前来看，欧洲就不用说，其实最严重的就是美国。所以他们觉得你中共对待中国人民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中国人民的问题，是中共的问题，你们自己去搞定它。这话是没错，话也是的确也是没错。但是如果你不把这件事情搞得清楚明白的话，其实你还是会做，你也会为此付出代价。什么代价？就一直错啊。从1949年以前，从1945年开始，美国的对华政策就一直是战略误判。
误判到现在没有一次搞对过，没有一次搞对过，现在还是误判。就是川普政府虽然说要动手，但其实他还是没搞错，没搞对，原因是什么？没搞对，搞来搞去，其实他们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就是没有搞清楚中共到底想干嘛，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中共想干嘛，没搞清楚想干嘛，所以他还以为中共因为他挣钱了，有钱了，有实力了，蹲着比日本还高，蹲着比日本还高大，所以藏不住了，所以才出来伸手的，不是的，才以为是这样，其实是不对的，这个判断是基本上是错的，这种错误的判断才导致到目前为止，川普的战略还是什么？还是脱钩战略，还是脱钩战略。对待中国还是以脱钩为主的目的原因在哪里？就是他的一个预判，这个判断是，就是中国现在的战略扩张是基于它的实力的增加，这不就错了吗？对吧？观点在强国满街摄像头，你丢了东西也找不回来，但是你要是违章了，小孩子丢了找不回来，但是你犯了事儿了，一定能找到你，对呀。所以他那个摄像头是对付你的。情况在威海生活的时候，自行车在楼道里连续丢了2次都没找回，报警也不受理，4000的自行车。在韩国，孩子的自行车在门口放了1年还没丢过。情况王先生说起教会派物资，我想起几年前上海还是北京在市中心路边设了个饮水机，原因是想让行人走过口渴的时候喝水，结果附近的居民就拿着桶子去装水，很正常这个情况。我在国内购物中心门店，国内实体行业被电商冲击很大，互联网目前已经被垄断，线上获客成本已经是40到2万之间，各行业不同。线下流量被线上弄得没利润，街边生意难，购物中心的生意更难。19年营业额普遍下滑了30%，没有疫情，20年也是倒闭潮。PS， 我涉及的门店数据有快餐、甜品、小吃、文创，大概10几个行业几乎全亏。观点：80年代曾随美国旅游团去过江阴华西村，一切都是靠政府扶持的。村里的经营都是无人保，一家说了算，死后儿子接班，这种家族式的经营不破产才怪。华西村破产，吴家发大财，一定是这样啊。提问：看到90万美元假钞被查出来来自中国的新闻，请问王老师，这和之前传闻国内美国印假钞有关联吗？在国内换美钞现在还安全吗？我在推特上看到这条新闻，但是我在英文的媒体上没有看到这条新闻，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其实对这条新闻存疑啊，我现在还没有接受这条新闻是真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不评价啊。我还是不大赞成说中国在印假美钞啊，因为货币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你要是印另外一个国家的货币啊，就是盗印它的货币啊，形同宣战。如果中国政府在做这件事情，美国现在憋着满世界找他的想跟他打架呢。那你现在如果真有一件这样的事情，中国的印钞厂在印假美钞，你觉得美国人会不知道吗？连你都知道了，CIA 会不知道？那不可能吧？那这养这么多人干什么？所以我不大相信这件事情啊，就是从常理来说，我不大相信。你说朝鲜干这种事情，我都不信。朝鲜干这种事情我都不信，为什么？你不给对方一个口实，打你的口实吗？对吗？所以
我不相信中国会干这种事情啊！你说中国有没有人在印假美钞？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干吧，啊！但是中国政府也得抓吧，是不是？自王生开播以来一直持续关注，就个别网友提问，个人观点，此类行为是否为五毛或另类手段扮小白，故意提问占用宝贵时间，望王生考虑。OK， 好的。不过呢，老实讲，我在这里回答大家问题，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判断，我基本上是读完了，我就回答大家，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太多的时间的判断啊，请大家理解啊。观点，感觉欧美这边的民主观念接下来会受到 CCP 的腐蚀和冲击，因为 CCP 搞渗透非常厉害。而欧美民众甚至精英阶层对认识他们的真面目认识严重不足。西方国家一点都不笨啊，他只是没有意识，只是没有防备。只要大家形成了一个认识啊，我觉得要防备其实不难啊。为什么？因为中共做这些工作其实也是很粗糙的，他们成功的唯一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成功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大家没防备啊。如果真的要去防备这件事情，那也是就是把这件事情给翻掉，那是易如反掌。所以这个我不担心啊。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你得让他狠狠的吃一次大亏，然后大家都明白了。那现在有没有吃一次大亏？有啊，什么疫情啊，疫情都死了这么多人了，几十万人了，你想是不是？西方的这些经济都倒霉倒成什么样了？亏了多少钱啊？所以这已经吃了一次大亏了。这次疫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就是西方国家怎么看待中国这件事情。当然在这个事情上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但是脸是翻了，撕破脸这件事情已经发生，所以大家也不必太悲观。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只要它发生了，我们知道那前面有个目标，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然后我们从那边往那边走，不管你多慢，迟早会走到，是吗？不用担心啊。观点，别说公共饮水机了，西方国家人总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绝大部分公厕没有厕纸。我根本不敢向他们解释说那是因为中国人会把公共厕所的厕纸拿光，说出来实在太丢人。是的。情况，我看到那个假美钞的图片，上面明白印着中文写的道具用，很粗糙。就觉得这新闻当成可以乱真的假钞报道有点怪。别说公共饮水机，是道具用是吧？那就是假的。好，明线啊，程序，谢谢，一如既往支持王先生的节目，辛苦了，谢谢。还有一个提问，一方面很多西方国家发声支持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另一方面像汇丰、渣打却被迫发表声明赞成国安法，王老师怎么看？西方国家发表声明支持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的运动，和这个汇丰、渣打发表赞成国安法，这个性质是一样的。什么意思？都是政治正确啊，在地的政治正确啊，他们属性是这两个行为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不管你本意是什么，你都要表这个态，在这个环境下是政治正确，两件事一模一样，没有区别啊，可以吗？坚俊丁，谢谢。骗子林，谢谢。支持香港同胞，谢谢。瑜伽树，我有搞错吗？瑜伽树 Yoga Tree， 谢谢。感谢王老师，在美东请王老师喝杯
巴哈马风情鸡尾酒啊，真的很有风情啊。April 张，谢谢。我和老公经常争论，我说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要求爱国主义上升到个人价值观上面。我老公反驳，我爱国是一个中国人必须的本质。如果中国不强大，想想印尼华人当年被迫害。我反驳他，为什么每次都拿印尼华人当作中国强大你在国外生活的关系？我说你这么多年还生活在华人首先被欺负的阴影之下。你可以讲一下啊，为什么当年印尼华人被迫害？印尼华人不是被迫害，印尼华人的事情跟什么有关系？跟中共有关系啊。中共向东南亚输出革命啊，其中有一站是印尼，印尼共产党当时是要政变啊，然后就被发现。当时的总统应该是苏加诺啊，苏加诺发现印尼共产党的政变，就起来镇压，才发生所谓的排华事件。中国的媒体只说后面的排华事件，不说前面的印尼共产党的政变。印尼共产党是在中共的支持下去搞的印尼共产党，这个组织后来印尼共产党撤退到国内，我知道他在哪里，还养了一群，在中国养了一票印尼共产党是从印尼撤回来的人。其实是什么？印尼共产党连累了在印尼的华人，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当时所谓的排华其实是抓的是印共，不是所有的印尼华侨，是印共被镇压，不是大规模的排华。我妈妈就是印尼华侨，所以这个话说的完全不正确啊。所以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如果你的本质是爱国主义的话，那你就继续爱国吧，好吗？你就继续爱国吧，这个没有人会反对你，好吗？ Derek 王，谢谢。坐标华盛顿 DC， 今天收到政府失业金，包括从3月份到现在共补发6500美元，继续支持王先生频道，支持王先生投诉 YouTube， 谢谢。WQ 楚，谢谢。刚才留言骂了 YouTube， 竟然发不出去，我还得重新组织语言，我哭了。坚决支持王老师，谢谢。Very T， 谢谢。Sugar Mints， 谢谢。迪安娜，谢谢。王老师好，好久没赶上直播，向你问候，继续支持，谢谢你。Helen 吴，谢谢。今天赶上直播末尾，稍后补课，支持王先生，谢谢你。Tina 黄，谢谢。王老师说的太好了，手动点赞，谢谢。徐东柏，谢谢。请王老师喝咖啡。西方国家对中共就是秀才遇到兵，以前的国民党也是没有底线，有底线的终究干不过没底线的，那不一定。你看看那个伊拉克，你看看侯赛因，你看看这些独裁政权，不是一样干掉了吗？所以，独裁政权的特点是什么？独裁政权的特点就是只能窝里横，其实一格子就死。关键是要有外力啊，外力他就抵抗不了。Judy 张，谢谢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